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带你来看到呢，是现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如火如荼哦。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之前啊，哇，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很难解耶，因为最新呢，加沙的停火谈判哦，已经告了一段落了。问题是呢，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所以呢，美国、埃及、卡达就发了联合声明哦，说已经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提出一个新的协议了。那当然希望说他们能够配合这样子的协议哦。那以哈的停火呢，接下来继续还要再谈。接下来拜登呢会派国务卿哦访问以色列哦，就说呢在8月19号的时候呢，也会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而且呢，就说现在啊，在这个停火谈判到底是卡在哪呢？大家都很想要问哦。好，哈马斯呢就说有缺席，那为什么呢？他说呢是因为收到很多关于以哈停火谈判结果的简报，他们认为说跟7月2号所达成的协议不相符哦，所以呢，是不是就剑指说是以色列在刁难这个停火的问题哦，才会导致现在整个协议又卡关了？那美国就警告啦，说你们现在再不听我们的话，如果不配合的话，接下来伊朗恐怕呢还会用奇袭来报复哦。那至少哦，目前为止对于这样的停火谈判呢，美国说啊，现在还是抱持着乐观的态度哦。那传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哈马斯原本已经要同意了，但是呢，以色列一直加条件，一直加条件了，所以呢，现在就没办法了。好，那以色列的安全官员就说呢，未来可能会怎么样来发展呢？很可能没有办法停火的话，那伊朗不是说要报复吗？这个报复的方式呢，就是暗杀以色列的高级官员，那就是等于说我不是真正的跟你打起来，但是呢，至少哦，我还是有实施报复哦，也是呢针对，因为之前以色列不是被指控暗杀他们的官员吗？所以就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对于这样的报复行动呢，可能就会用这样的形式出现的，不是发射导弹，也不是派遣无人机哦。但问题是这样子的话，到底你能不能接受，还要不要反击呢？好，那现在呢，在这个美国自己政坛啊、大选啊，也是哦，不断的出现状况哦。我们看到最新呢，川普呢又是在一个演说上哦，本来还乖乖的按照幕僚给他的内容哦，但是呢又不小心脱稿了，因为他又开始炮轰贺锦丽了，甚至也提到台湾。他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很有可能会有炸弹飞到台湾，怎么回事？带你来听。And I will give Israel the support that it needs to win, but I do want them to win fast. Wouldn't it be nice if they could win fast? And we have to let them win fast. We will restore stability and peace to the Middle East, and we will be sure that it will be peace through strength. You know, Israel, you have Russia. The whole Middle Eas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blow up. Europe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blow up.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blow up, and China is flying its bombers all over Taiwan. And he said it's very simple. President Trump is not there.The only way we're going to solve it is President Trump has to be there. Now, 好，可以看到川普的脱稿演出哦。CNN 就有记者说，只要你看到川普开始接受 QA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已经失去了克制力了。好，那川普在记者会上呢，做出了20项的陈述哦，结果就被指说 CNN 一一事实查核，纠正他这是虚假的言论。首先，第一项的指控就是副总统贺锦丽对加州一项说有允许人们抢劫的商店这样的政策哦。那现在 CNN 也说这是虚假的。好，不管如何，接下来呢，两个人将要来辩论哦。赌盘现在就开始压啦，到底谁会获胜呢？就看起来呢是看他们认为贺锦丽的赢面比较大哦。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呢就说，如果川普9月10号参加了辩论的话，两个人的搭档呢，如果也在10月1号参加辩论，那美国民众呢就有机会看到贺锦丽和川普10月份再站上辩论台哦。那根据民调网站的最新数据就显示说，多数的民众认为说贺锦丽比较有机会可以入主白宫哦，一个人是53%，川普是45%。好，但不管如何呢，川普现在呢怎么办呢？他的策略呢也打出了这个抗中牌哦。好，所以共和党议员
员呢，甚至还说要求 FBI 跟国防部来调查华资和中国是不是有任何的关系哦。好，可他就说啊，卡莫就提到说，美国人应该要深感担忧什么？贺锦丽搭档的华资呢，和中国有长期友好的关系哦，所以呢，美国人民有权利应该要了解他和中国的关系有多深。可是话是这样说哦，你不是说有一些威胁吗？有些国安上的疑虑吗？可是呢，为了选举哦，真的是都做得出来，因为包含川普呢自己也加入了抖音哦。外媒就指出说，全美啊现在有将近4100万的年轻选票，他们是总投票人口有20%左右，也是左右这个总统大选胜负的关键之一哦。所以为了要吸引这些年轻选民啊，包含川普、贺锦丽都是在抖音上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影片哦。那抖音呢自己呢在美国打官司哦，现在怎么样呢？就说他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要求推翻美国的禁止令哦。那美国司法部呢就说他指出说，美国司法部是错误陈述了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所以希望法院能够还给他们一个清白哦。好，那抖音内容呢推荐引擎啊和用户资料啊储存在美国的甲骨文营运的云端一个伺服器上哦，所以就说这是一个影响美国用户的内容审核决策哦。他就指控说，美国是不时的把抖音说成是隶属于中国。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说这个接下来当然继续要来谈判嘛，以哈的停火谈判继续哦，但是真的有像美国觉得这么乐观吗？当然没有了。本来8月15号在多哈卡达的这个谈判布林肯要亲自来的，但是因为哈马斯拒绝参加，他的领袖在德黑兰被以色列给刺杀，然后选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新瓦，那拒绝参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求你要立即停火嘛，最少要照拜登那个时候讲的3阶段。3阶段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暂停停火，释放部分人质，永久停火，全部的释放人质，然后呢重建加沙。可这个讲跟没有讲一样嘛，对不对？而且暂停停火之后，怎么样走向全面停火？对不起，上个礼拜以色列还轰炸一间学校，造成100个人死亡，而这2天以色列又对中部的加沙地区轰炸，造成15个人死亡，这里面都有1半以上的儿童。现在有4万人死亡了，从10月7号到现在，他们真是不是人命而1半以上是儿童跟妇孺是不是？所以现在加沙的这个停火，那以色列不愿意停，然后呢，他就新加条件，美国不敢对以色列施压，他就呢信用尽失，而且现在倒过来拿伊朗来做一个借口，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停火谈判，伊朗可能会攻击以色列啊。我觉得奇怪了，这个伊朗攻不攻击以色列会听美国的，而且以色列停不停火，其实谁才真有影响力？除了他们自己的决定之外，那当然就是美国嘛，是不是？你现在你就看到这个不断的更多的死亡发生，而且进入到医院、学校，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以色列最后还是想把那些关键的这些哈马斯的成员，他觉得哈马斯的成员都躲在这些学校跟医院是有可能性，但你就不顾一切的炸下去，1半以上是儿童，是不是？你的一个这个亲属被杀，你就跑到这个凶手的家里面，把他的父母亲、妻子、儿女通通杀死，这个叫做合法自卫反击吗？这个叫做屠杀报复吧，对不对？那我们再讲到贺锦丽贺锦丽这几天，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蜜月效应，真的是，因为他突然本来拜登跟川普，本来这个拜登的年纪变成民主党人心中那个很沉重的石头。结果一换成贺锦丽59岁，就变成川普是个老态龙钟，而且不断的在那边 whining， 就是不断在那边抱怨，对不对？那贺锦丽就展现正能量，那他又有特殊的比较，就是代表民主党主流的这个背景，然后呢，他选了一个跟他就是说还蛮搭配的这个华资，所以呢，现在是一个应该是说蜜月的这种效应。但是呢，等到你谈到政策的时候，我就讲一个东西啦。贺锦丽最近讲了。他说，他这4年要盖300套房屋，要提供首购屋25000块美元的补助，
要通过法律禁止所有的这个物价哄抬，你有没有觉得很像台湾的选举了？都是很民粹的东西嘛。以上。所以当然就是大家说胜负还很难定了。来，严老师怎么看这个？当然，川普持续的攻击贺锦丽，但是民调上好像效果不因为我觉得川普啊，本来是躺着选嘛，结果忽然对方换了人上台，他觉得不公平觉得我本来已经准备好是要对这个讲话，资料都拿不出来了，结果现在怎么搞换了一个年轻的他整个策略什么就。你早该就要做准备因为他本来大概就持盈保泰，觉得说，反正拜登就自己不可能退，拜登不是第一个就是已经是这个讲话气若游丝了然后没事呢找不到方向下台所以都觉得说，只要有他在，你就一定可以选上结果没想到换了贺锦丽，然后整个的氛围就改变了我只提一个数据。他们你知道美国不是辩论的时候很喜欢找一堆人在旁边看辩论说这批人呢是还没有做决定的那这批人看完他们辩论之后就会问他说，你看完辩论之后有没有改变你想要投谁？就他们说那都要找样本嘛，找不到20-30岁的女性。就是20-30岁女性全部都已经做好决定了，就大概如果他们我也不用看辩论了，他们也不必看辩论了。那这一点就是我一听这个数据，我觉得就对共和党比较不利，因为可能这些都是养猫的单身女那就是等于对共和党蛮失望，而且还有堕胎的议题等等。所以这个贺锦丽现在上来，我觉得她大概会一直维持现在这个领先到9月10号的辩论。那辩论的时候就要看他的表现了那但川普的状况就是比较麻烦，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自走炮，常常会随时你看他每次看到群众，他会说，我已经答应说我要比较有礼貌一点，但是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不要有那么礼貌？我想骂人，他们说好，底下群众就开始说好，他就开始骂人了。所以他这个控制不住自己就是没有那种总统的风范。我觉得大家都觉得你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也做过总统，应该可以稍微展现出一些这个政治家的，没有，他还是他认为他这样子是他的基本盘喜欢的。那可是问题是难扩展，你很难扩展嘛中间选民，特别是年轻的选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有好不容易拉了一点年轻选民，可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有大学教育程度的，大概都是主要全部都投民主党。那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个选民的范围实在是太小，那对他是非常不利的。要争取这年轻的选民来，彬哥怎么看川普加入抖音但是这口嫌体正直的感觉。川普其实很爱用抖音，他虽然他几年前曾经反对过，后来他自己有抖音账号，他发觉这个效果很好很多人都会从抖音上看到他，所以他现在是抖音爱用者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可是川普现在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会落后？那当然跟刚刚杨老师也提到了，也就是贺锦丽有一个蜜月期存在这个地方。那大家毕竟过去对拜登那种老态龙钟的样子很失望，那现在看起来是换上一个比较年轻的，又给民主党的支持者带来一些希望。再加上川普常常会出现一些奇言怪论，像他刚刚我们放的那一段影片。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嘛，基本上就是听不懂他的逻辑。没有，他的逻辑其实很单纯，就是只要我川普上台，什么事情都搞得定；我没上台，就什么事情都搞不定。关键就是川普这样。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就跟这就是一个选举口号嘛，就跟当年民众党不是什么的选择柯文哲，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我觉得他的话基本上也只是对他的支持者讲。可是问题来了，关键的9月10号辩论，他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扭转局势？我觉得这个就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如果说他在9月10号辩论的时候，因为那个到目前为止贺锦丽没有接受过记者访问他现在预计说他对外界讲说他8月底可能会接受记者访问，那会不会就这样子排？我不晓得。而且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这个考验才开始，也就是他的政见相关的东西，到底他的主张是什么，民众才会知道，贺锦丽才会面对真实的考验。然后9月10号他有没有办法过川普这一关？如果9月10号那一次他表现不错，他可能会一路领先到底，也有可能。但是问题是，如果他表现不佳，或者让人家觉得他有一些政策是比较荒唐的，那他可能制度就开始呈现往下修。那当然，川普要栽赃，我觉得也要好看一点。像他现在共和党是铺天盖地一直讲说零元购就是贺锦丽干，
可是实际上根本不是啊，他当时是检察官嘛，他怎么去弄这个东西呢？那可是问题是，这也是民主党当时的主张，所以我觉得这是民主党自己本身要去面对这样的东西。那至于加沙走廊的问题，老实讲，如果一般正常的战争，其实加沙走廊战争早就结束，因为已经打成这样，还有什么好打？实际上就是在以色列控制当中啊。但是以色列现在就是不愿意把战争停下来，他的目标是要杀光所有的哈马斯。可是问题是，你以色列，如果你真的要杀光所有哈马斯的话，你要不要在你以色列国境内找？你以色列境内也有啊，那你要不要也用同样的招数？这个社区里头有一个哈马斯，所以我就把整个社区炸。你敢对你自己以色列内部这样做吗？你也不会这样做。所以以色列现在就是要靠这个战争维持纳坦雅胡的政权。所以这个谈判一开始我就认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以色列只是目标不一样，只是给美国一个面子来谈而已，然后就不断的加条件了。我就是不会赞成这个停火谈判，所以我个人对这个未来是非常的悲观。更多的国际内容，等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作恒。来看到是俄乌的冲突哦。我们现在知道乌克兰呢，他们也是步步的进逼，攻进了俄罗斯的境内了。好，那当然呢，说这个理由啊，是想要和谈吗？用打仗来和谈吗？好，泽伦斯基呢就说，乌军现在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在库斯科州的重要战略位置哦，那是这个，他就说，根据呢当地总司令呢说进行的简报，已经在推进了35公里，拿下了82座的村庄。乌克兰可以说是看起来势如破竹的。好，那乌克兰的总统顾问呢就说，乌军越境作战啊，他们不是真的要打仗，而是希望推动俄罗斯进行公平的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呢也俘虏了102名的俄军哦，说是要来充分考虑怎么利用哦，因为当然希望接下来可以借此来作为谈判的筹码。那乌克兰呢袭击俄罗斯这个攻势呢，看起来哦，虽然说呢可能有点在趋缓的状态哦，但是说维持战果，接下来才是重点了。那库斯克的地方，这个攻势呢，现在显然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后遗症了。就说在这个行动里头呢，可以看到把东部前线部队啊和武器啊都转移到库斯克哦，那这里堪称是一个赌博。因为乌克兰方面的指挥官也说，情况现在更加的严峻了，尤其现在俄罗斯当然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嘛，所以他们的进攻呢也没有减弱，甚至在某些地区呢，俄罗斯的火力优势来到了10-1。另外还使用了电子干扰啊等等来削弱乌克兰的战力哦，所以当地也有指挥官呢就说，乌克兰的军兵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虽然攻进去了，但是我要如何来维持我的战力呢？因为很难以补充嘛，再加上很多动员来的官兵啊年纪又太大了，也不适合作战。好，那现在呢怎么办呢？欧美是不是也要开始出手了呢？乌克兰军队持续的在进攻俄罗斯的边境哦，那说也炸毁了在这个一个运送士兵一些需要的物资非常重要战略价值的这个大桥哦，是希望说让俄军的后勤补给面临到威胁。那俄罗斯就指控了，这就是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的证明，因为呢他们就说，就是他们协助乌克兰攻打俄罗斯的领土哦。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呢，乌克兰是大量的使用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系统来破坏大桥。好，根据美国的政治新闻网呢，就提到说，在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境内哦，开始行动之际呢，拜登政府啊，确实的对乌克兰运送了远程的巡航导弹哦，而且他说对这样的态度呢是持着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真的需要，美国也不打算要再演下去，他可能就真的会送上来。然后就说呢，这个运送这个导弹会加强乌克兰的 F-16的战斗力。另外，在加拿大的部分也跟进了哦，他们就说乌克兰可以在俄罗斯的领土自由的来使用加拿大所捐赠的武器。好，普京的这个幕僚呢就呛瞎了，说这个就是在的证明西方支持乌克兰的入侵，这也让世界呢
可能要演变成一个全球大战了，因为呢，他们是使用的西方弹药和飞弹来攻击平民的基础设施，外国人参与攻击俄罗斯的领土，这些呢都是证据哦，让他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在处于这个第3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边缘了。好，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北溪的事件呢，是不是呢开始西方要推给乌克兰了呢？因为最新是这个北溪2号之前的爆炸案哦，乌克兰方面呢就说抓到一个凶手了，而这凶手他是一个乌克兰籍的人。好，那乌克兰当然就否认说有涉入这起事件哦，所以俄罗斯大使啊就说这是美国在甩锅给傀儡哦，因为乌克兰已经直言说这叫做一派胡言的说法了。那现在美国难道说还要把这样的责任转嫁给乌克兰吗？因为一个乌克兰有可能真的敢这么做吗？所以这背后是不是还有引武者呢？那华尔街日报呢还是持续的爆料说北溪啊是乌克兰炸的，而且呢美国西方都支持都知道。那他说这个华尔街日报其实呢向来是偏向共和党的这时候的爆料呢恐怕呢也是战场外资讯战开打了。好，那北溪爆炸的事件呢，等于现在是一个被低调的爆开来嘛，所以就说这是西方政客和媒体呢在进行的操作吗？因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似乎都把责任推给已经下台的前乌克兰军队总司令哦，认为泽伦斯基和美国是没有责任的。那这是不是在找一个戴罪的羔羊？但不管如何，现在看起来这是欧美一些政客呢在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虽然说这件事情本身啊，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后果啦，反正炸了都炸啦，那德国啊、欧洲也不敢再说了。那他们同时呢，也是不会停止支持乌克兰的。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说呢？乌克兰呢，现在说他们用步步的进逼方式，但是是想要逼俄罗斯和谈，这有可能吗？俄乌战争，我的一直解读，其实它是一场拜登的战争。因为拜登政府、拜登总统其实当初可以阻止它发生。它发生之后呢，其实有一度和谈的机会。我们看到的报道是拜登也阻止他和谈，那希望打下去，要全力的支持，就是这个乌克兰泽伦斯基，到现在变成尾大不掉。那可是现在拜登不选总统了。然后呢，你到了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这2个新上任，不管是哪一位，都不愿意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我觉得贺锦丽其实也不希望，他已经有曾经过去这样子一个态度，他不会是只是拜登这个2.0，他就是他。所以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泽伦斯基也知道，普丁也知道，这个战争就是接下来这几个月，所以都在扩大对自己比较有利的筹码。可能是就是说停火停战的筹码，可能是谈判的筹码，可能是跟美国去争取或者是说要挟的这个筹码。你就看到现在泽伦斯基他采取的就是这个跨越境作战，这个越境作战绝对跟北溪问题一样啦，绝对不是乌克兰自己做的，因为整个北约其实在布鲁塞尔就有一个俄乌作战的指挥中心。而他所使用的武器，甚至有一些佣兵来自于波兰跟其他国家都参与到这个越境作战。那越境作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是真的要去寻求占领，一说是占领部分俄罗斯的领土，到后来去跟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做交换，你就退出乌东。我真的是想蛮天真的。另外一说，就告诉你，你可能必须要从这个兵力乌东的兵力、俄罗斯的兵力要去抽调来去。这个防范你自己本身本土但事实上完全没有。现在这2天乌东的这个战事反而俄罗斯在往前推，因为什么呢？因为反而是乌克兰的军队往上调到去做越境作战，所以这个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是很高度的怀疑。他要去断俄罗斯的补给线，俄罗斯也难道不能断你的补给线吗？对不对？你要把整个，你以为战争就可以从乌东往上搬到就是这个俄罗斯境内吗？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但是我这边要提醒大家，有人就开始在蹭这个议题了。美国一个叫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鲁宾就说，台湾可以学，将来两岸战争的时候，你可以学越境作战，金门这些发射炮弹打到厦门，造成数万人死亡。
我们还可以炸长江那个神三峡大坝，你忘了？那个是张家敦讲的，对不起，我就是要讲这个东西。他说那个炸水坝可以造成数千万人死亡，我去查了一下，我的不可思议，真的敢讲这种话，数千万人、数万人死亡，你恨中国恨到这种地步，你觉得我们台湾会这样子做这种事情？之后战争会怎么发展？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来，云哥怎么看？会不会变成世界第3次大战？我觉得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可能性很低啦，因为双方都不会想要走到这一步。那现在就像刚杨老师说的，大家其实是在争取在谈判前我站在最有利的位置，对，所以在做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个人认为，虽然北约支持了泽连斯基这次入侵俄罗斯领土的问题，问题是在于他能够持续多久？他现在看起来获得了一定的战果，据说占领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可是问题那又怎样？然后呢？第一个，他没有达到他的战略目标，也就是他本来想诱使乌东正在进攻的俄罗斯军队回防，结果俄罗斯完全没有理这件事，他的军队在继续进攻。然后他在库斯克这个地方，他是用他的2、3线的部队，甚至有一些没什么训练的部队，而且他不是积极的在压迫。你看俄罗斯，他是在库斯克后面开始设置防线。我准备让你进攻，他们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会造成什么？你知道？所以造成时间一拖久，请问一下，这一些深入俄罗斯领土的这些军队的，他的补给从哪里来？他要怎么维持这个战果？你变得很难维持。我觉得普丁已经看穿了他们的战略意图了，所以我就在那边等你，我看你能够维持多久。所以现在是泽伦斯基很急啊，他把海马斯啊这些都调到前线去。虽然打下了这个所谓的大桥，可是问题来了，他自己的海马斯也在那边被摧毁。他现在已经确认的战果，就是俄罗斯已经摧毁了至少1具的海马斯。那泽连斯基手上有几具海马斯？你还能够做多少这样的攻击？他为了这次攻击，把200多辆装甲车都往前线调。那这200多辆有多少能够回来？所以这个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力都是耗损。乌克兰想错一件事，就是他以为这样子可以让俄罗斯措手不及。对，你是让他措手不及的，可是然后呢，人家的军队就是比你多，他不需要回防啊，他只要派军队在那边守着你，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恐怕大家再看，可能半个月之后情况会完全不一样。来，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乌克兰的状况啊，大概双方刚刚讲的都是为了希望能够和谈的时候筹码多一些啊。那俄罗斯本来也是大概就是希望他目前占领的领土能够连结，然后有一些会交换啊。虽然乌克兰泽伦斯基一直讲说要完整的领土啊，还包括克里米亚，大概我想他心中也知道那个是梦啊，就是说真正有可能就是你克里米亚也丢了。然后乌东2省啊，这个卢汉斯克跟这个顿巴斯这2个大概也跑不掉，但是其他他希望能够拿回，所以他就说我去占领一点，到时候这是欧洲到时候欧洲战争哦，我以前看的那个历史里头都是交换领土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又回到了几百年前他们那个欧洲冲突的一个老路啊。那我倒是觉得北溪这个事情蛮有意思，就是说今天乌克兰否认，美国也否认。其实有人说是乌克兰，有人说是美国，我觉得这2个都对，因为就是美国做的，然后找乌克兰来当打手，然后完成这个事情。可是你今天这样去想你炸这个东西，你都不跟你的好朋友北约的这个德国最需要北溪的好好交代一下吗？对不对？然后搞成这样子，今天这个大家这个。总是会认为说，我今天当美国的敌人还比较好，当美国的朋友常常被骗我觉得这我炸了也不告诉你的，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你他自己做他想要做的，然后他要求你什么事情都要知道。你看没事，像德国没事，他们还要监听你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这些方面CIA 对不起，我研究第3世界的，他在第3世界那是已经为所欲为到一种。就是予取予求的这个状况，他做了太多，所以他在乌克兰大概也觉得乌克兰是第3世界，也可以这样照样的来操作我觉得这个是过去可能是因为美国在外交，特别是这种情报暗杀等等这一类的事件破坏
太成功了，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个他可以继续做下去，可以操控下去，可以操控下去。我们看了多少，包括那个好莱坞常常把这些揭发电影里头啊，美国人怎么样为了开发非洲的什么能源，把整个乡的人都赶走了，杀掉。看看国际上被关注的消息，国际的各国的政局都一直不断的动荡当中。以泰国来讲，产生了第一位最年轻的这个总理，他是现年37岁的贝东丹，亿万富翁的家族，前总理塔克辛啊是他爸，他的另外一位前总理英拉啊是他是侄女嘛所以一家人啊，总理都他们家人当，但前任总理当然是因为被大法官给解除了职务之后，现在呢贝东丹所属的西纳瓦家族大家都在说，其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呢是亲中，上中国跟泰国的关系会越来越亲上加亲吗？因为泰国总理是上一任被所谓的解除职务的塞塔啦，解除职务之后呢，延续过去泰国官方以来的中泰友好政策，现在跟塔克辛家族呢渊源更深了。来细数一下塔克辛的家族祖籍是来自于中国广东的梅州。那过去在担任总理之后呢，这个也曾经塔克辛强调自己跟泰国华裔的身份，同时在2001年举行职务之后，还特别接受中国总理朱镕基的邀请去访问，那也是首个东协成员国以外第一个去出访外访的国家。2005年还有中国总理温家宝陪同，塔克辛还带着女儿一连3天去寻根祖籍之旅，重返了梅州的梅县所以5年的总理生涯，中国几乎成为他每年一定要去的访问地点。那现在前总理英拉呢，在中国再就业的画面也更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因为英拉在2017年8月是从泰国逃离的啦，2018年12月直接变成逃离的这个难民吗？变成汕头国际集装箱的码头公司董事长，那甚至在柬埔寨还可以再用这个身份香港注册另外一家公司所以爸爸姑姑都亲中，这是泰国新的总理的局面可能产生的变化吗？那中国大陆的一条铁路甚至贯穿东协，越南国家主席马上在明天就要访问中国大陆了，他跟夫人一起访中，关键的这个议题跟铁路也有关系。习近平去年12月的时候曾经提议过河内补助金跟贷款协助越南升级铁路，加强合作。中国驻河内的大使熊波也特别说，有3条线路的计划，那么升级从老街到河内到海防港，还有从亮山到河内的现有铁路，这3条铁路都是重中之重。那当然也都有很多的金钱的合作，才有办法升级整个建设。而马来西亚也想还有一个新建直通新加坡高铁的计划，现在重启评估，因为耗资也高达数十亿美元。这项目呢，还是有可能跟北京的一带一路合作起来，就把中国跟大马的大部分地区在陆路交通全部串联起来，又是一个新局面。印度这些刚刚看到的国家，相对的亲中的国家，对比印度的抗中，中印在最近边界的冲突里头，一个谈判之后，边境却出现了1.5万的谁呢？就是士兵就是印度是不是在做演习呢？把很多的战车啦、装甲车派到这附近来集结，甚至还推出轻型战车佐拉瓦等等，展现军事实力，还是想要做什么呢？甚至印度还加速采购美国的4神无人机，说是雄心勃勃31架的 MQ-9B 死神无人机要赶快把它买进来。对于中印之间的关系，是代表他们有更多的实力吗？还有印度的海军所谓练瑜伽的照片意外照片被公布出来，还发现它的后甲板被拆了，然后导弹发射装置等等都可能已经退役了在印度的军事实力上一直在采买的情况之下，到底有多少实力？美国媒体还爆料早在1年多以前，印度就游说美国不要过度施压哈希纳。孟加拉的总理哈希纳已经逃亡到印度去了嘛，他是被逼着逃走，逼着解除政权的。他说，因为担心反印度的反对派掌权必须要逃尤其是当中反印度的
反对派掌权跟美国很有关系。美国呢，就是想要把驻军送到这个圣马丁岛去哦。那美国这样这个动作，除了自己他不愿意之外，哈希娜不愿意之外，印度媒体也说，印度政府抱怨啊，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旁边也有印度洋的影响力，印度是另外一个受害者啊，因为印度有个核潜舰设施，也就在这附近而已，圣马丁岛，所以美国硬要把军事设施跟人员部署进来，对印度也是一大伤害啊。最后搞得让孟加拉这个总理也只得落到逃亡的命运哦。亮哥怎么看像东南亚这里最新的政局变化？其实泰国这是塔信家族第3次执政你可以看到都是因为塔信这个他是比较亲农民阶级下层老百姓嘛，然后就被军方啦，或者是有钱的啦，然后把他推翻，然后那个新的政府呢又撑不下去，然后塔信的家族就又再上来，对，就是已经第3轮了啦，第3轮了啊。可是基本上不管谁哦，那跟中国关系都非常密切了。是啊，你看前任那个塞塔啊，他也非常的跟中国也非常友好啊。比如说中国大陆不是旅游就首先去泰国，泰国副总理还在机场做那个政策啊，所以我觉得大概塔信家族会跟中国更友好啦。亲上加亲。其实我觉得那个泰国的政府大概只有2种，一个叫亲中，一个叫更亲中，大概只有这2种啊。事实上，东南亚已经有好几个都是这样的政府了，就是亲中或更亲中这样。非洲也是啊，比如说那个巴基斯坦也是啊，上次也换了总理啊。那事实上就是亲中与再亲中的问题。那有一些人就说，这样会不会跟美国示好啊？事实上也没有了。事实上，马来西亚那一条就从吉隆坡到新加坡那条高铁啊，那已经谈了很久了。那是卡在到底要给新干线盖还是要给中国盖？那早期是因为新加坡坚持要给新干线，那马来西亚那时候就是纳吉的时候嘛，纳吉那个时候就在谈这个问题了。那因为纳吉比较亲中，那马来西亚新加坡就希望跟日本保持一点，就拉进来有一点制衡不然新加坡，可是现在我认为以目前的态势，恐怕新加坡也挡不住了，所以应该也是中铁那个中国来盖了，应该是这样。那如果这样，大概中国整个泛亚铁路就整个都打通了啊，因为那个老挝之后就是要到曼谷那一段嘛。那接下来曼谷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到新加坡，那这一条就通了。这条是中段，那东段是越南嘛。那越南大家都知道嘛，因为越南那政府比较难搞搞到后来日本都不知道怎么办那西段是因为缅甸自己有问题嘛，所以我基本上是觉得他们的关系是越来越顺那至于孟加拉孟加拉你就不要用中美的架构来理解了。事实上哈希娜是比较亲印度的，所以你说把他推翻的力量是美国人搞的吗？当然有可能，因为他自己喊的因为他太亲印度那美国确实有想要进来没有错可是美国要在孟加拉使上力，我认为要花蛮多钱的啦。而且你有实力，孟加拉人口有1.7亿耶，而且需要大量的基建。坦白讲，真的能帮上他忙的真的是中国了所以未来那个政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啦，现在是军人先掌权嘛，可是他一定会把权力交给下一个政党。那下一个政党就是比较亲中的政党。因为哈希娜跟另外那个也是女士2个女士都是父亲的遗印嘛，那2个政党已经斗争很久了。那哈希娜就是比较亲印度，那另外那个政党就是比较亲中国，所以目前看来大概整体局面除了印度之外对中国是有利的。是将军怎么看印度这些调兵遣将？看起来只是壮壮声势，或者是加速要采购无人机等等的，实际上有任何动武的这个动机在吗？我们就讲他采购的武器好了，他的重战车阿琼战车搞了30-40年不能开，太重了，走不动，所以现在搞一个轻战车，因为在山区作战嘛，也说得过去。
听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也在发展新战车，也已经部署完毕了。第二个呢，你说你买美国的无人机很贵啊，很贵。对啊，我们台湾也买了是吧？结果现在中国大陆在新疆搞什么？搞个大飞艇。这个飞艇飞到气球的高度，你飞机打它都打不到。你像美国上次不是打那个气象气球，派了多少飞机，飞机还飞不到，用飞机上再装飞弹往上打，对不对？它这个飞艇干什么？它24小时挂在天上，看着你西藏，看着你印度。你要飞到同温层上面，它的雷达侦测的距离有多远？它的通讯电子掌握有多远？通信的踪迹有多远？而且它只要一次升空，它可以一直挂那里。那个飞艇上面还挂了太阳能板，它可以维持它的高度跟位置。就是这种等于是无人机啊，在天上一直在盯着你，它不要起飞降落，不要加油料，而且飞得比那个 MQ 还要高。所以你一样比一样嘛。然后空军用的是幻象，用的是苏凯，印度这种搞八国联军是很累的啊，不同的系统、不同的保养、不同的维修。那你碰到中国大陆的1020、1010C、1015、1016，所以我们只要看武器系统来比的话，你就已经没有什么胜算了。所以最近他又在那个阿萨姆跟印度的这个交界的一个隘口那边，他摆了很多重兵。那个隘口只有20公里宽，中国大陆随便一下来就掐断东印度跟西印度之间的问题，所以中印之间的问题，印度只能摆姿势，表示他抗中，他有他的力量，让美国一直在支持他，他就玩这个把戏平衡。唯一能够赢中国大陆的人口比你多，我比你会生，可是生出来这么多，在奥运金牌是0。而且他的运动团队去的人最多，所以带了弟弟妹妹去蹭吃蹭喝的也出来了。所以这个国家我们这不好意思怎么讲它了。它空有14亿人口，但是14亿分4个等份啊，这个整合不起来的啦。所以你把这些武器装备摆，也只是摆一个姿态嘛，摆个姿态，所以影响不了什么。中国也懒得出来打你，你有本事翻过喜马拉雅山来。中国摆了2个重装的军团放在新疆跟四川，你进来就把你吃掉了。所以这个东西摆 pose 了。那个圣马丁岛是现在孟加拉的问题跟印度的问题，美国想要，是这2个国家不会同意，因为印度的核能潜舰基地都在旁边。因为多一个美国人来监视，总不是什么好事啊。胡老师怎么看亚洲这里的这个美中的对抗？我觉得这个37岁贝丹东这个泰国特别年轻又漂亮，他是展现出美中在这个对抗中泰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泰国这个贝丹东她是塔克辛的女儿她有一个很有名的姑姑叫英拉。基本上塔辛，我们分塔克辛对英拉再加上贝丹东，这3个就是家族政治，一路这样下来那其实这个家族他们说跟广东梅县有渊源，其实真的他们的这个祖父最早这个祖父呢，他们这个祖辈啦，曾祖辈应该叫曾祖父叫邱春盛，姓邱，广东梅县移居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清迈的地方，客家人移居到清迈。那清迈早先还不是暹罗的，他在1910年之后，他的地图才归到暹罗，然后再加上曼谷的这个铁路化通之后，暹罗这个清迈才变到是泰国这个领土里面。那当然，这个邱春盛早期在这个暹罗地方是经商，他专门经营是赌博税跟贸易团队，所以他的曾祖父辈在这边是经营商人起家，然后扩展到房地产、建筑，然后就变得很有钱，亿万富翁。所以塔克辛家族在这个清迈这个地方是个在地的士绅，也赚很多钱。他们以前的名字是姓邱了，邱春盛。后来他们就改成叫钦纳瓦，这泰国的名字。所以塔辛在2001年就任总理之后，他就用他这个背景说我是华裔的，我的祖父辈这个曾祖父辈是姓邱，所以我跟中国是非常友好，这合理化
泰中的友好关系了哈。那当然，刚才亮哥讲的没错，泰国哈这个就亲中跟非常亲中的这种氛围，但是我们别忘了，他在冷战时期是美国非常好的盟友。对，其实，在冷战时期，甚至冷战后，泰国跟美国买了非常多的武器哈，而且美国也对他们军事援助非常多。是的，还有年度军演，对，叫金色眼镜蛇 （Golden Cobra） 哈。对，这金色眼镜蛇是每年美泰之间非常重要的军事演习。但是我们知道，塔克辛家族在2006年被赶下来，塔克辛被赶下来之后，这个金色眼镜蛇的这个联合军演就逐年的降低，大概现在在5000人左右在这个联合军演。但是我觉得美国没有那么容易放弃这个泰国这么坚定的盟邦，毕竟他在东南亚也算是美国曾经我们讲的好朋友啦，所以他们在这个武器供应跟这个甚至奥斯汀去拜访泰国的时候，还是允诺说我们会继续给你更多的武器哈。那当然，这大家在看说，那塔克辛家族现在回复过来之后，泰国的外交政策到底是跟什么美国跟中国是不是采取一个我们讲等距，或者是会变成亲中愿美？好，大家都看说这新的叫贝丹东，我大概是认为贝丹东他是过去就是念完书之后就继承家业，对于这个外交跟国防跟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他可能会师承他父亲我想塔克辛的这个美中的政策，尽量在中间取一个较为平衡，但是呢对中呢会较为友好的这种的政策。当然我们还要看一个最重要的是，那美国接下来在这边会不会更多的这个插旗，因为毕竟他们在柬埔寨接下来要有一个云壤的这个军港美国特别想要在东南亚这边效仿吉布地要有一个海外的军事驻军基地那泰国的角色变得就更相对重要。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东地区的最新政情发展。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有2艘海军舰艇，第一次说是睽违了10年，驶抵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要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跟加沙走廊的距离只有400多公里。那是中国海军舰艇，包括2002、2010之后是第4次到访埃及亚历山大。那当中中东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以伊朗来说，最近一直讲他要攻击，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算是平静的情况之下，华邮却报道，伊朗积极寻求跟2家中国卫星公司建立伙伴关系。那么，要使伊朗卫星的影像解析度提高1倍的话，就可以增强对于以色列美国这些军事设施掌握跟甚至施压的能力。这个报告还特别警告说，中国卫星公司可以为伊朗改进弹道飞弹瞄准能力，制造更有效的预警系统。那五角大厦则表示俄罗斯跟这个伊朗的关系呢正在深化，就是说中国报道也说也深化俄罗斯也深化。那所以伊朗要做什么呢？五角大厦副发言人特别讲，随着俄罗斯持续进行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已经看到俄罗斯、伊朗正在站队跟深化。所以中国跟沙特的这个7月成为俄罗斯燃油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也就正代表着中俄跟中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东想要停火，以加萨走廊的停火协议呢，15号展开了之后，到了16号做出了一个初步的协议。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协议，希望对方哈马斯能够接受条件作为过渡性的提案。不过呢，17号才会再进行。目前看起来，这个哈马斯并没有要接受这个条件，接下来还有的协商，暂时之间看起来却没有办法有协议停火的这个和平的曙光。19号，布林肯还会特别飞去跟纳坦雅胡见面，强调就希望赶快把谈判中东斡旋促成和平，这对贺锦丽的选情可是有影响的。但是乌克兰俄乌的部分呢，却我看到媒体镜头是因为乌克兰还特别带着美国的媒体进到了他们进攻的俄罗斯的境内，那么强调说，泽伦斯基讲的乌军已经控制俄罗斯的库斯克州战略位置的重要的地方。那目前推进这些距离控制的范围已经包括了82座的村庄，控制范围有1150平方公里。为了要断掉俄军的后援，还用海马斯去炸毁库斯克大桥。我们来看看这个炸桥的画面呢，是直接各种的武器，当然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援助。现在一方面又往俄罗斯的领土前进占领又
断他的桥，这平常就是要运送士兵跟物资的桥也被炸掉了。恐怕后遗症是什么呢？现在被报道是说，包括东部战区的指挥官他们强调，现在呢分了一些兵力去打俄罗斯之后，让这个乌东的地区前线士兵不确定接下来到底怎么办呢？他们缺兵、缺人、缺援，这个势力等于是10-1的弱势。这边的反而是后方，这已经是前线，也不叫后方了。那个乌东地区反而相当的吃紧，怎么办？那俄乌战争过去，这个普京的幕僚说，西方国家跟北约盟国是直接参与了整个奇袭到俄罗斯的计划，就是说是西方国家指挥乌克兰来打俄罗斯的话，那俄国的代表更是直接谴责说，让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世界正处于第3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因为这个报复可不只是报复乌克兰而已，是报复那些在后面指挥他的西方国家吗？现在有一件事也被重启来讨论，叫做北溪管线哦。刚开始在俄乌战争一开始影响很大，就是这个管线被炸，大家都在找凶手是谁，到底是谁干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现在的报道是说，这项炸管线的计划呢，是由当时乌克兰的总司令监督执行的。而这6个人直接参与的破坏计划，大概30万美元就可以搞定了哦。那当然，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起初还同意这个计划，后来美国 CIA 知道之后，报道是说啦，美国要求喊停，但最后还是继续做了这个事情，把北溪管线给炸了，让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配合美国的做法吗？那北溪二号爆炸案被先波兰啊，乌克兰否认涉入啊，但是俄罗斯大使是指控美国根本甩锅，那乌克兰变成这个傀儡。现在美国的华府官员直接把这个事情明明是自己干的啊，甩锅到乌克兰身上啊，乌克兰说不是，那到底基辅会不会采取任何的措施呢？没有华府的批准的话，那现在泽伦斯基进攻俄罗斯境内的概念也一样，没有美国的批准，有可能吗？亮哥，这个，事实上，伊朗跟中国还有伊朗跟俄罗斯在接近，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那美国或者以色列的媒体凸显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啦，反正这个就是既定的事实啊。那当然，美国会用这个逻辑啦，说你看你又在提供这个军事方面的科技给伊朗啊，不过那些公司早就被制裁了啦啊，所以也不缺这一项啊。那另外，我认为泽连斯基放的消息刚好是互相矛盾啦。你把那个库斯克大桥给炸掉，事实上你是防止他来围你嘛，可是事实上也阻止了你自己往前进攻，不是吗？因为本来他的设定的计划是，他输甲把它打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右边另外那个州那个贝尔格罗德，他想把它打下来，往前进要去那个库斯克的首府嘛，你这样才能够构成一个三角形啊，不然就只有一条线嘛。那现在他大概是发现他那个三角形他打不过去了。那他怕那个俄罗斯过来围他嘛，所以他就把那个桥炸掉。这个事实上已经表达了他自己的困境了，就他已经卡在这里了。我今天事实上看到有2个美国的战略专家已经在写文章了，他说泽连斯基要想清楚，你什么时候要撤啊？对，这是错误的，是要撤的。要撤，我就是说他要想清楚什么时候该撤，不撤很惨。你后面越来越难撤，那到最后会搞不好又是一个口袋战术，跟上次阿瓦迪夫卡一样，你又被人家诱敌深入，又困在里面，那看你怎么办啊？而且他是有夸大的部分，他输甲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打下来，可是他对外已经说他打下输甲，实际上打输甲是违反默契的，因为输甲是有天然气的加压站，那个地方是不能打的，因为那个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加压，然后经过乌克兰到欧洲嘛，乌克兰是有收入的，所以双方本来是有默契，这里不能打，结果他这次不管他就打了嘛，所以为什么会如入无人之境啊？只有边防部队，因为俄罗斯根本没有想到你会打这里啊，你没想到这里跟你开火啦，所以普京就很生气，他现在就讲了一句话说你违反默契，那我当然其他的默契我也不一定会遵守哦。那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啦。这个是不是意味着那个小型核武也可以用啊？
眼睛都快掉下来了。而且俄罗斯现在认定里面有北约的人，对，有人认为有英国的军事顾问，因为那个重武器的使用需要协助嘛。那甚至俄罗斯认为里面有波兰的佣兵，哇，不过都不是现任啊。可是，总之，那你想一想，北约介入有多深？如果真的有英国的军事顾问跟波兰的佣兵，那俄罗斯就认为就是美国搞的嘛。对，他一定会这样认知嘛。不然他就会想说你乌克兰哪有这种狗胆啊？美国没有 pass， 你敢来吗？可是这样就是坏了整个默契了。这样子接下来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报复手法我觉得就变得很难预测了，我觉得可能会弄出一些手段，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啦，就是乌克兰要不要见好就收，不然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更惨烈的状况出现。因为我跟你讲，上次今年3月那个阿瓦迪夫卡就是一路打得很顺啊，结果进去将近2万人，后来撤出来只有6000人，就被俘虏会被打死啊。那你不要这次又搞成那个局面。因为看到乌克兰是带着美国的媒体强调是他们的战力有多强，打到俄罗斯去了，到底是怎么收场啊？对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管中东战事或是俄乌战争，都牵动着美国的大选不过在乌克兰强攻到俄罗斯之后，对于战局到底长远来讲，对乌克兰是利还是弊？当然，乌克兰这个是叫最后的垂死的挣扎，因为他大局来讲他是应该会输的了，但是他现在就在争取最后的。然后这个攻击是一个奇袭，那么奇袭的目标呢，就是说我也能够达到俄罗斯的占领他的领土。将来呢，和谈的时候，领土换领土，筹码多一点，就做一个交换的筹码。第二点呢，给欧洲讲，我不是快死了，我还能打，你们还是要给钱。美国你给我的东西，你看我用上了。好，这个战场的特性我要跟大家讲，因为它是在整个主战场的最侧翼，就是那个地方是地广人稀，那个不是村庄，是一个定居点，就是10户8户人家在这边耕作的时候，一个驻扎点叫定居点。那这个地方呢，地广人稀，丘陵地带。那你这个东西，你占领几个点呢？一点之间连线圈出来一个面，号称占领了上千英里、上千平方公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军事术语不能叫占领，就顶多说控制、控领几个点。控领这是点哦，因为你这个点是。当初是民兵在这里防守，很容易打嘛。但是 easy come easy go， 人家来反攻的时候也很容易拿嘛。你这个面的这个点几个点被拿掉，你还有面嘛？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宣传性的一个战役，是拼了他所有的能力。这里面有几个特色呢？美国不是拜登在最后用总统的特权拨款拨了好几批吗？这次都用上了。海马斯把人家桥炸断了，表示他有远距离攻击的能力。第二个呢，美国的电战武器发生效果了，让俄罗斯的部队失去了这个无线电，而且俄罗斯所有的无人机都不能起飞，因为你无线电控制嘛，所以他能够获得一些战果，对不对？但是现在普丁当然很受不了，这是很没有颜面的一个巴掌打在脸上，所以尽快的就用空军跟炸弹来阻止你的前进。第二一个，你当初这个作战的目标是围魏救赵，要解决哈尔科夫那边激战的不利状况，在这边开辟一个新战场，使得俄罗斯抽调那边部队来战。结果呢，乌东战场的乌军报告不管不顾，俄军的攻势照样，因为俄罗斯没有抽调那边的部队，是利用一个精锐的部队要往这边赶。所以现在最聪明的做法，泽连斯基应该是赶快撤离。你不撤离就被人家一个包夹就整个切断。这万把人呢，已经是他拼凑最后的一个力量。精锐。因为我们讲如果你下面有10万8万的人，你大胆的往里面冲吧。你现在到这边冲不进去，就代表你就是
奇袭的一个成果。这个战果能不能守得住，还是你惨败被团灭，这是看你自己的决心了。你不撤，将来就有被团灭的危险。那要占领才会有筹码吗？撤了是不是就没筹码了呢？他没有筹码，他现在只因为现在要回应，要一直征兵啊。那你也要征，你动员你也有那么多兵吗？好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